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杰。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很多人不是不需要电脑，而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换电脑？黄仁勋这次在台北的发表，我觉得重点不是又多了一张新晶片，也不是产品名称有多长。如果只看 Vera Rubin、DSX、RTX Spark、Cosmos 3、Isaac GR00T， 会觉得很多，很乱。所以这集我先不从规格开始讲，我先讲这场发表背后最容易被忽略的目的。NVIDIA 不只想卖 GPU， 它想让电脑重新变成每个人都离不开的重要工具。你可以先想一件事，在智慧型手机出现以前，很多人的生活和工作都离不开电脑。写报告、上网、聊天、工作、娱乐，几乎都要做到电脑前面。如果你公司的电脑坏掉，你可能真的会觉得今天没办法工作。可是智慧型手机出现之后，很多事情被手机吃掉了。一般人滑社群、买东西、拍照、聊天、看影片，手机就够了。电脑慢慢变成比较专业、比较工作导向的工具。所以今天如果你忘记带手机出门，会很焦虑，但很多人忘记带笔电，反而不一定会马上回家拿。那黄仁勋这次想讲的，可以用一句很白话的方式理解，如果 AI Agent 真的变成每天都会用到的工具，电脑就有机会重新变重要。不是因为大家突然又想买一台很贵的电脑，而是因为新的电脑不只是开 App 的机器，它可以在本机跑 AI， 读你的资料，呼叫工具，跨 App 做事，帮你处理原本要一直切视窗，一直复制贴上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 RTX Spark 和 Windows Personal Agents 这一段很重要。它不是单纯在说一颗晶片比较快，而是在说个人电脑能不能变成你的本机 AI 工作站。这里也可以解释一个很多人听不懂的词 Token。你可以先把 Token 想成 AI 工作时会消耗的单位。你问 AI 问题，让它读资料，让它帮你写东西，让它推理，它都会消耗 Token。有在重度使用 AI 的人，会懂什么叫 Token 焦虑。那有点像开电动车的人会在意续航里程，不开电动车的人很难理解那种焦虑。如果你只是偶尔问 AI 几句，可能没感觉。但如果你每天拿 AI 做剪辑、程式、设计、研究、客服、资料整理，额度不够，速度太慢，云端排队，就会变成真实成本。所以 NVIDIA 想做的是，一边是让个人端有更多本机 AI 能力，另一边是让云端和资料中心可以大量、稳定、有效率的生产 AI 服务。这就是 AI Factory 的意思。它不是一个很玄的词，你可以把它想成以前工厂生产汽车、手机、晶片，现在 AI Factory 生产的是 AI 服务、推理结果和可以被企业使用的智能。所以 NVIDIA 关心的不是只有一张卡快不快，它更关心整座资料中心能不能稳定运作，电力、散热、网络、储存、安全能不能跟上。Vera Rubin 很容易被理解成新一代 GPU， 但它真正代表的是整套平台。DSX 也不是单一产品，它比较像是 AI 工厂的施工图、模拟器和营运手册。NVIDIA 的商业模式正在往上游和下游延伸，不只是卖零件，而是想定义整座 AI 工厂应该怎么被建造。接着把视角拉回一般人，如果本机 AI PC 变强，很多工作就不一定全部丢到云端。简单、私密、常用的任务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处理，真的很复杂、很大量的任务，再交给云端 AI Factory。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这场发表不是只有资料中心，也不是只有消费级电脑。它其实是在把个人端和云端工厂接起来。个人端负责贴近你的生活和工作，云端负责提供更大的算力和更复杂的模型。中间靠 Agent Runtime 和各种工具把任务接起来。
最后是 Physical AI。这一段讲的是 AI 不只待在荧幕里，它要进入真实世界。你可以把它想成电影里那种 Jarvis 式的助理，不是只回答问题，而是能理解环境、工具和任务。但现实世界比电影难很多。机器人和自动驾驶要理解空间、时间、物体、动作后果，还要在现实里安全执行。所以 Cosmos 3 Isaac GR00T Robotaxi 相关平台讲的都是同一个方向，把模拟、资料生成、训练、验证和部署串起来，让 AI 从萤幕走向现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很生活的场景。你跟朋友聚餐，喝了酒，自动驾驶把你载回家。家里的机器人已经把衣服洗好、折好，地板打扫干净，还帮你准备简单宵夜。你吃完直接躺平。如果这种能力有一天真的稳定、便宜、可靠，大家就不会只觉得它很酷。它会从想要变成需要。这也是这场发表真正大的地方。NVIDIA 想把 AI 从模型、晶片和展示推进到每个人的电脑、每间公司的资料中心以及真实世界的机器人里。下一集我们就来看哪些 AI agent 任务真的能放心交给他，哪些任务还是一定要有人看着。